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乒乓 Chinese。今天我们来聊一聊学习中文时如何克服发音难点。大明，你好。小美，你好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，你呢？中文学得怎么样？我觉得还可以，但是我的发音还是不太好。啊，发音呐，对，这个是有点难。是啊，特别是那些声调。我懂，一开始我也觉得特别难。真的吗？你现在的发音很好啊。哪里，我也还在学习。你有什么好办法吗？让我想想，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多听，多听，听什么？听中国人说话，比如看电视、听音乐。哦，这个办法好。对呀，你听多了就知道了，知道那个感觉，那个对的感觉，感觉，这个有点难懂。就是你听多了就会觉得啊，这个音应该是这样的。我明白了，就是多听，然后模仿。对，模仿很重要。你经常模仿吗？当然，我每天都读课文。读出声音来吗？是的，一定要大声读出来，这样有用吗？非常有用，真的。好，那我今天晚上就试试。你试试看。除了多听多说，还有别的吗？那个你可以找一个中国朋友。对呀，跟他练习说话。好主意，但是我去哪儿找呢？你可以看看学校里有没有。我们学校中国学生不多。那网上呢，现在有很多 App。App，你说的是语言交换的 App 吗？对，就是那个。我以前用过一个，但是怎么了？大家都太忙了。啊，那也是个问题。是啊。没关系，我们也可以一起练习呀。真的吗？太好了。当然，我们是同学嘛。谢谢你，小美。不客气。你觉得哪个音最难？啊，这几个我也觉得难。特别是不是的是。我的老师说我的舌头位置不对，我的老师也这么说，哈哈。舌头要卷起来一点儿。卷起来是这样对吗？好多了，真的。太好了，那我多练习这个。那呢？比如热，哦，这个也难。热。你的这个音比我的好。是吗？我不觉得。真的，我们互相学习吧。好啊，那声调呢？声调是最大的问题。是啊，4个声调，还有一个轻声。我总是搞错第2声和第3声。我也有这个问题，比如我想。不对，是2个第3声，所以是我想。啊，对，你看我也会忘。哈哈，这个太难记了。我有一个办法练习声调，什么办法？我用手帮忙。用手？怎么用？读第1声，手平着；第2声，手从下往上。哦，第3声是先下后上。对，第4声就是从上往下。这个办法有意思，我回家试试。还有，刚开始练习要慢一点，说得对，我总是想说得快。一个字一个字的读清楚，好，一个字一个字。把每个字的声调都读对，再然后连起来。这个很重要。最重要的，
还是不要怕说错。我就是怕说错，怕别人笑我。别怕，说错了没关系，中国人能听懂的。真的吗？真的，他们会觉得你很努力，很可爱。可爱，哈哈。是啊，所以要勇敢地说，好，我要勇敢。这就对了。你用什么手机 App 学发音吗？我用过几个。有好用的推荐吗？有一个 App， 它可以给你的发音打分。打分？这么好？是啊，你读一个句子，它告诉你哪个字不对。哇，这个太有用了，叫什么名字？我忘了名字了，我回家找找告诉你。好，谢谢你。不客气，不过不要太相信机器，为什么？有时候它也不太对。最好的还是人。我还有一个办法，什么办法？快说说。我会录下我自己的声音，哦，录音，这个办法好。然后我听录音，再听老师的录音。然后比较一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一听就知道哪儿错了。哇，你真聪明，我怎么没想到这个办法？你可以试试，我们互相学习。对，互相学习。我觉得看电影学发音也很好。看电影，但是他们说的太快了。你可以开中文字幕啊。开中文字幕，然后呢？看到不认识的词就停下来查一查，然后跟着读。哦，这个有点慢。学习嘛，慢一点没关系。你可以找小孩子看的电影。动画片嘛。对，他们的发音很清楚，说的也慢。好主意，我喜欢看动画片。那太好了，我也喜欢听中文歌。听歌也可以学发音吗？当然可以，可以帮你练习语感。有什么好听的歌了？你喜欢什么样的音乐？我喜欢慢一点的。那我推荐你听《月亮代表我的心》。啊，我知道这首歌很有名。对，它的歌词很简单，你可以跟着唱。我唱歌不好听。没关系，一个人在家唱，没人听见，哈哈。你说的对，办法有很多。是啊，听你说了以后，我也学到新方法了。我现在觉得有信心了。最重要的就是坚持。对，坚持，每天都练习一点。让它成为一个习惯。成为一个习惯，就像吃饭睡觉一样。对，就是这个意思。我们要一起努力。好，一起努力。大明，你学习的时候会觉得累吗？有时候会，特别是发音练不好的时候。我知道，会觉得有点难过。对，觉得自己很笨。不要这么想，语言学习就是这样的。是吗？是啊，你看，我们说自己的语言也不是一天就学会的。也是，我们小时候也说错很多。对不对？所以要有耐心。耐心很重要。而且，我觉得说的有一点口音也没关系。没关系嘛，我希望我的发音和中国人一样。这个目标很好，但是不要给自己太大压力。你想，中国人也有不同的口音呢。真的吗？当然啦，北京人说话和上海人说话就不太一样。哦，有什么不一样？这个那个有点难说，比如北京人喜欢说耳。耳，比如花儿。对，就是这个。所以啊，有点口音，中国人完全可以接受。我明白了，重要的是别人能听懂。对，能交流是最重要的。
你这么一说，我觉得轻松多了。这就好，学习要开心。对，开心最重要。我们班那个同学叫马克的，你记得吗？记得，他中文说得很好。对，但是他的声调也常常说错。是吗？我没注意。但是他很敢说，不怕错。所以大家都喜欢跟他说话。是的，所以自信也很重要。你说的越多，就会越自信。越自信，就说得越多。对，这是一个好的循环。我懂了，我要打破那个不好的循环。什么不好的循环？就是怕说错，然后就不说，不说就练得少，练得少就更容易错。啊，你说的太对了。所以就是要勇敢地说出来。是的，就算说错了，也是一次学习。对，从错误中学习。谢谢你，大明。今天跟你聊天，我学到很多。我也学到很多啊，我学到了你的用手练习的办法。哈哈，那个啊，我觉得那个办法真的很好。你觉得好就行。还有，我觉得我的诗音也要多练习。哈哈，那我们一起练习诗。哈哈，我们俩像小孩子一样。学习不就像小孩子一样吗？从头开始。对，你觉得什么时候我们可以说得像中国人一样？我觉得可能需要很长时间。我也觉得，但是没关系，为什么？因为学习的过程也很有意思。对，认识新朋友，了解新文化。是的，我现在去中国饭馆吃饭，都想用中文点菜。真的？你会呢？会一点儿，虽然说的不好，但是服务员都听得懂。他们是不是很高兴？是啊，他们会笑，说我的中文很好。哈哈，我知道他们是客气。当然是客气，但是听了还是很开心。我也想试试，下次我们一起去。好啊，什么时候？这个周末怎么样？我看看到，周六下午我有空。太好了，那我们周六去。角个南门外面那家，你知道吗？啊，知道，那里的菜很好吃。对，我们就去那儿。到时候我们要用中文点菜。好的，一言为定。一见为定。如果我说错了，你也要帮我。当然，我们是学习伙伴。对，学习伙伴。说到这个，我们老师下周要考试，口语考试，要和老师对话。啊，口语考试，我有点紧张。我也是，那我们正好可以一起准备。好啊，怎么准备？老师给了话题吗？给了，有3个话题：介绍家人、爱好，还有为什么学中文。啊，我们可以互相问问题。好主意，就像真的考试一样。你先来。好，我先问你，请介绍一下你的家人。我的家有4口人，爸爸妈妈、一个妹妹和我。你的爸爸妈妈做什么工作？我爸爸是医生，我妈妈是老师，她教数学。我妹妹是学生，她上中学。很好，你的发音很清楚。轮到你问我了。好，你有什么爱好？我有很多爱好，我喜欢看书、看电影，还喜欢运动。你喜欢什么运动？我喜欢跑步和游泳，我差不多每天都去公园跑步。真健康。你呢？你为什么学习中文？因为我觉得中文很有意思，而且我想去中国旅游。你想去哪个城市？
我想去北京和西安，因为那儿有很多历史。说得很好。那现在你问我。好，你为什么学习中文？因为我喜欢中国文化，特别是电影和音乐。还有呢？而且我觉得会说中文，以后找工作会更容易。对，现在很多工作都需要会说中文。我们这样练习很好，比一个人练习好多了。我也不那么紧张了。我也是。我们明天要不要在一起练习？好啊，还是这个时间吗？可以，就在图书馆吧。好的。说到发音，我还有一个问题。轻声，我总是不确定什么时候要读轻声。轻声，这个是没有特别的规则。是吗？那怎么办？还是那个办法，多听多记。比如爸爸的第二个爸。对，还有喜欢的喜欢。哦，喜欢，我明白了。看来耳朵真的很重要。是的，要训练你的耳朵。好的。时间不早了。是啊，快6点了，我要回家做饭了。你会自己做饭？对，我会做西红柿鸡蛋。哇，很厉害！你发音说得很好，西红柿鸡蛋。真的吗？因为我常常说这个词，哈哈。所以说，多说最重要。那我也不打扰你了。好，你也是，快去吃饭吧。明天见，别忘了我们的练习，不会忘的。也别忘了我们周6的午饭。当然不会忘，我很期待。我也是，到时候我要考考你餐单上的字。好啊，没问题，哈哈。那就这样。路上小心。你也是，再见。再见。对了，那个 app 你还没告诉我名字。我想想，叫什么来着？不着急，慢慢想。好像是叫普通话。普通话？对，后面还有别的字，我忘了，你就找普通话发音练习。好，我记下了，太谢谢你了。小事一桩，你真是帮了我大忙。别客气，我们一起进步。好啦，我真的要走了。好，肚子饿了。拜拜，明天见。明天见，电话联系。好的，我会准时到图书馆的。好，我也会准时到。那我们就在门口等。可以，那明天下午见。下午见，加油。你也加油，为了我们的口语考试。对，也为了好吃的中国菜。哈哈，对。我走了。走吧。再见。再见，等一下。又怎么了？我的书差点忘了。哈哈，快拿它。谢谢你，太谢谢了。这书太重要，这本书很重要。不客气，我知道。你真是我的好朋友。你也是。好了，这次真的可以走了。好了，这次我真的走了。好的，今天就到这里。如果你喜欢，请点赞和订阅。下次再见。